美俄密谈8小时，俄乌停火，美伊冲突，换球，战争警告，到底谈了哪一个？一架美国C-17运输机缓缓降落在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上。这架飞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飞越北大西洋，在拉脱维亚里加停留了2天，直到8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落地后不久，一支挂美国外交牌照的车队驶出机场，穿过莫斯科市区。车上坐着的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CIA 老大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莫斯科，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 CIA 局长以来第一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为了确保拉特克里夫的安全，美国甚至专门向乌克兰提出请求：8月24日到26日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地区发动远程打击。然而，拉特克里夫只待了8个小时左右，就匆匆离开莫斯科。整个过程短、快，而且高度保密。直到飞机离开莫斯科，外界仍然不知道拉特克里夫为什么要亲自前往莫斯科，他都见了谁？8个小时够干什么？关于拉特克里夫为什么来，霍利军认为至少存在4种可能：俄乌谈判、伊朗问题、人员交换，以及俄罗斯军事升级前的警告，甚至可能是以上所有猜测的综合。第一种可能是俄乌谈判，由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已经陷入停滞。佩斯科夫公开表示，由于基辅方面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普京本人也说过，俄方收到的一些解决方案离奇且无法接受。作为中间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原本定在8月下旬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而就在拉特克里夫抵达莫斯科的前2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媒体集体爆出两人的行程已被推迟。在这种情况下，拉特克里夫来到了莫斯科，很有可能就是美国想换一条路，绕过已经卡住的外交渠道，走情报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态度，看看能不能从易到难，推动战争降级。比如双方在初期可以先通过一些局部议题切入，最直接的就是互不袭击能源和港口设施，进而再推动局部停火，尝试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地区划定局部停火区，然后一步步达成和平谈判。不过这只能算一种猜测方向。第二种可能是伊朗问题，这个可能性源自于时间点的巧合。拉特克里夫抵达莫斯科的前一天，8月24日，美国刚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在采取低调外交的手段，私下与涉及伊朗经济往来的国家对话。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再次放出口风，莫斯科愿意主动出面调停，推动美伊结束战争。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不用多说，乌俄战争爆发后，德黑兰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无人机及相关技术，还教俄罗斯如何应对制裁。而在美伊开战后，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卫星数据，用于打击美军在中东的设施。现在美国对伊朗升级制裁，俄罗斯的态度至关重要。拉特克里夫此行可能是要摸清俄罗斯愿意为伊朗做到哪一步，也可能是为了警告莫斯科最好暂停对伊朗的协助，不要更深地卷入美伊冲突之中。第三种可能是人员交换。拉特克里夫访问俄前2周，俄罗斯释放了被关押4年多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是他与普京直接通话后的结果。俄方基于人道考虑统一放人，没有要求任何交换。但问题是，吉尔曼被放出来，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回家了。俄罗斯仍然关押着其他美国公民，其中包括美国方面认为存在严重健康风险或者可能属于错误拘押的人。而 CIA 多次参与过美俄之间的人员交换和拘押人员谈判。2024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惠兰获释， CIA 也参与了相关的秘密谈判和协调。2025年4月，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克谢尼亚·卡列宁娜获释，当时还是拉特克里夫亲自出面促成了这一结果。这次去莫斯科谈更多人员的释放，完全说得通。第4种可能，警告，这是外界讨论最多的一种可能。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做新一轮动员准备，并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尝试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袭击，以测试北约的反应。如果情报是真的，那么拉特克里夫此行就有了更加紧迫的解释，警告俄罗斯避免乌俄战争出现进一步升级。目前来看，警告的意味更多，因为让拉特克里夫出面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如果是谈停火、谈伊朗、谈换球，这些事外交官也能谈。美国有国务卿卢比奥，有俄乌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但最后出现在莫斯科的是 CIA 局长。选择情报渠道而非外交渠道，
只能证明一件事：要谈的东西保密性极高，不能走正常渠道。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俄罗斯官方只确认了一件事。佩斯科夫透露，这次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这意味着美俄双方都想避开媒体的聚光灯，避开繁琐的外交程序，甚至避开各自的盟友，在一条更私密、更直接的线路上对话。什么样的内容需要这样谈？我们可以参考过往经验来看。当时拜登派时任局长威廉·伯恩斯前往莫斯科，目的只有一个，就乌克兰问题警告可攻。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准备大规模入侵乌克兰的证据，伯恩斯当面把这些证据摆在了普京面前，并告诉他后果。伯恩斯后来回忆说，普京没有否认美国的情报评估，但似乎铁了心要打。这次密访不仅没有劝阻普京，反而印证了战争已不可避免。4个月后，战争爆发。现在同样的职位、同样的城市、同样的密访，美国到底又看到了什么？答案可能藏在俄罗斯最近的动作里。8月25日，战争研究所发现，俄军正在明显增加对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交通设施的打击，包括桥梁、边境口岸、跨境运输线路。乌克兰边防部门也证实，自8月20日以来，俄罗斯已经3次打击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方向的边境口岸。这一举动不仅是在削弱乌克兰的进出口能力，更有可能的是，他正在尝试切断乌克兰与欧洲之间的陆路运输通道，并且将战火烧到第三国的基础设施。随着海上港口受阻，乌摩边境成为乌克兰进出口的重要通道。他们不需要真的把目标打掉，只要增加袭击频率，增加这条运输线路的风险，就足以让周边国家思考，还要不要给乌克兰提供交通便利。而乌克兰也不可能冒着被袭击的风险继续走这条通道，一旦绕行，就要面对更长的补给周期和补给成本。与此同时，俄罗斯新一轮动员也在酝酿中。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乌克兰已经掌握相关情报，俄罗斯可能在9月议会选举后再征召30万名士兵，计划从偏远地区征兵，部署至乌克兰东部。而且，俄罗斯2027年的增兵目标更加积极，预计是50万人。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普京的决心。尽管俄军现在推进缓慢，代价高昂，7月净领土收益仅为36平方公里，为此还付出了高达4.2万人的伤亡。他还是想要拿下整个顿巴斯。要想继续打下去，手底要有兵。华尔街日报披露，美欧情报官员发现，俄罗斯近期正在多个地区进行动员演练，其中最敏感的地点就是加里宁格勒。7月，俄罗斯军方人员专门从圣彼得堡赶往加里宁格勒，测试当地一旦启动动员，能不能迅速完成人员接收，包括住在哪里、吃什么、武器从哪里来、怎样完成编组、怎样让地方动员体系真正运转起来。尽管克宫反复强调，相关工作属于例行准备，并没有确认新的全国性动员计划。任何有关新一轮动员的消息，纯属捏造。问题是，如果只是例行准备，为什么类似演练会会在6、7月份密集进行？从最开始爆出来的伏尔加格勒蔓延至全国多个地区，在战时出现这种情况，信号还不够明显吗？只能说克宫目前有贼心没贼胆。而且动员演练这个行为不算奇怪，奇怪的点在于加里宁格勒能让俄罗斯军方如此重视，亲自前往监督动员演练，那就说明加里宁格勒可能在莫斯科的军事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军事飞地，夹在立陶宛和波兰2个北约成员国之间，处在北约东翼最敏感的位置。如果只是和乌克兰的冲突，犯不着动用这里，因为就算这里能出兵，俄罗斯也必须先想办法把人运到乌克兰战场才行。俄乌开战之后，波罗的海3国及波兰就对俄罗斯关闭了领空，并严格限制了通过铁公路入境的过境物资，将突破重重限制运人，无论是成本还是风险都极其不划算。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加里宁格勒的新兵不是用来应对乌克兰，而是瞄准北约的。俄罗斯对北约的挑衅与试探从未停过，北约也正在全面备战。一旦哪一天冲突升级，俄军很有可能以加里宁格勒为跳板，夺取苏瓦乌基走廊部分区域。这是连接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的狭长地带，也是北约最脆弱的咽喉要道。波罗的海3国与欧洲盟国之间只有这一条陆路通道。如果俄罗斯成功夺取这条走廊，波罗的海3国将直接成为孤岛。而这一系列动作也印证了美国的情报评估：俄罗斯试图对北约采取有限军事行动，而且正在为军事升级做准备。先看俄罗斯，8月25日，俄罗斯官方一开始的态度非常暧昧。按照俄罗斯官方最初的说法，拉特克利夫来了，但克宫似乎根本没准备接待他，也没打算安排普京与美国代表会面，甚至对这架美国军机的具体情况都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但有些事情官方否认的越坚决，细节就越耐人寻味。就在拉特克利夫抵达当天，普京的日程被改了。
俄罗斯记者亚历山大·尤纳舍夫透露，普京当天紧急调整了工作安排，取消了一项原定的大型活动。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普京到底有没有见拉特克里夫？目前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佩斯科夫只愿意承认安全部门之间的接触。如果只是这样还好，但要是拉特克里夫真的和普京坐到一张桌子前，这场会谈的规格将会瞬间拔高，那所谈的内容也值得商榷，恐怕普通情报官员做不了主。就在这一天，普京签署了3份内容不明的秘密法令，这3份法令至今没有公开。一边是 CIA 局长落地，一边是总统连签3份密令。这2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谁也不好说，但时间点太巧了。再看乌克兰，乌克兰这边比俄罗斯简单得多，只有2个字：观望。因为美国提前向基辅通报了，有高级美方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只是没有说是拉特克里夫，更没有说去俄罗斯谈什么。乌克兰方面预计访问结束后会得到美方的通报，但不清楚拉特克里夫是否会亲自去基辅。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提前知道拉特克里夫的行程，无法确认欧洲各国对这次访问知道多少。不过有一个时间点值得注意：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亲赴基辅主持志愿联盟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国领导人线上参与会议。美国虽然不是志愿联盟的正式核心成员国，但美国官员曾多次作为特使或代表参会，并提供支持与协调。然而这一次，美国缺席了。最后，只有欧洲表明态度，继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增加防空能力，继续扩大军援，继续制裁俄罗斯，并在随后的声明中宣布，3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已经开始准备多国部队，一旦停火条件成立，就可以立即部署至乌克兰。1天之后，美国却把 CIA 局长悄悄送进了莫斯科。这2个画面放在一起，反差非常明显，也说明了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节奏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而且欧洲疑似再次被排除在美俄乌议程之外。早在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第一次正式推动美俄直接谈判时，卢比奥就已经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坐到了沙特利雅得的谈判桌前，双方就战争结束、双边关系正常化等问题展开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会谈。但那场会议有2个非常醒目的空位，乌克兰和欧洲都不在。这件事当时就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的强烈不安。此后的多轮美国主导谈判，欧洲依然没有真正进入美俄核心谈判圈。到了2026年，欧洲的不安已经越来越公开。马克龙明确表示，如果俄乌真正开始谈判，欧洲必须坐到桌边。甚至在8月中旬，英国、法国和德国开始自己设计谈判框架。原因非常简单，他担心特朗普政府下一步继续和俄罗斯单独谈判。而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谈判真正会变成一场简单的美俄交易，恰恰相反，接下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是多线同时推进，美国谈美国的，欧洲谈欧洲的，在乌俄之间反复斡旋，美国负责和俄罗斯讨价还价，欧洲负责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双方目标并不冲突，但节奏并未一致。因为对欧洲来说，乌俄战争停不停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欧洲安全的是停火之后，俄罗斯还剩多少军事能力，乌克兰能不能继续武装，以及欧洲自己的军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美国未必会按照欧洲的节奏行动，很多安全诉求最终还是需要欧洲自己争取。这也是拉特克里夫这次莫斯科之行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他究竟带去了什么？俄罗斯又给出了什么答案？现在没人知道。但可以确定，乌俄战争已经不只是前线的炮火较量，更是一场多国博弈。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在短期内绝不会停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拉特克里夫前往莫斯科是为了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